銀行說這間房子可以幫你養老，8年後他80歲被法警請出自己家門口，你手上這間房子到底是你的資產還是你的家？這2個詞聽起來差不多，但在一份貸款合約上，它們的意思完全不同。而這個差別可能決定你80岁那年是坐在自己的客廳裡喝茶，還是站在自己家門口看着一個穿制服的人把鎖換掉。一位老先生72歲那年走進銀行，他不缺房子，他缺的是現金。退休金1年比1年薄，药費1年比1年重，孩子在外地，開口很難。理財專員很客氣，倒了茶，把文件攤開，說了一句話：這間房子可以幫你養老，你不用賣掉它，你可以一直住在裡面，銀行每個月匯錢給你，住到最後一天為止。他簽了字，8年後他80歲，法院的執行人員站在门口，旁邊是鎖匠。這個故事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有人騙他，而是在這一類的案子裡，很多時候根本沒有人騙他，合約上的每一個字都是真的，專員說的每一句話單獨拿出來看也都没有錯。真正出事的是那些沒有被說出口的部分，而且這絕對不是特例。美國一家全國性報紙花了整整1年比對政府的法拍資料，最後算出一個數字，將近10萬筆讓長者把房子換成現金的貸款，最終以失效收場。這些人很多是工作了一輩子的老人，房子供完了，退休後現金不夠用，於是簽下那份文件，然後在人生最後的10年失去了那間房子。所以我們今天要做的是把这件事完整拆開來看，這個產品到底怎麼運作，那些沒被說出口的條件藏在哪裡，各個國家踩過哪些坑，以及最重要的，如果你或者你的父母正坐在那張桌子前面，你應該問哪幾個問題。先講股價，這種產品的正式名字叫做逆向抵押貸款。一般房貸是你每個月還錢給銀行，欠款越來越少，還完那天房子完全屬於你。逆向抵押貸款正好相反，銀行每個月匯錢給你，你的欠款越來越多，而且利息不會另外收，它會直接滾進本金裡，變成本金的一部分，繼續生利息。香港把它叫做安老按揭，日本叫做逆抵押，台灣和中國大陸都叫以房養老。美國的官方名稱是房屋淨值轉換貸款，名字不一樣，股價是同一副。真正的關鍵只有一個問題，這筆錢什麼時候要還？合約上通常寫3種情況：第一，借款人過世；第二，借款人不再把這裡當成主要居住地；第三，借款人違反約定事項。大部分人只看見第一種，他們心裡的翻譯是我死了才要還，那就等於不用還。真正把人帶到門口的從來不是第一種，而是第2種和第3種。我們先看美國，因為美國做這件事做了最久，所以踩的坑也最完整。美國的版本沒有到期日，人活着就可以一直住，聽起來很安全，但合約後面有一張清單，你必須按時繳房屋稅，你必須維持房屋保險有效，你必須把房子維持在良好狀態，該修的要修，你必須把這裡當成主要住所，離開太久就算違約。這張清單很少有人讀完，因為在銷售現場，話術是另外一套。當年美國的電視廣告請來大牌演員，告訴觀眾這是零風險的方式，可以動用你房子裡的錢。廣告詞包括你永遠保有所有權，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你不可能被迫離開。美國的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後來在調查報告裡直接指出，這幾句話都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到什麼程度。在那份為期1年的調查裡，有一位老先生的房子被拍賣，觸發違約的原因是一筆沒繳的房屋稅，金額4351美元，折合新台幣大約13萬。一筆13萬的欠稅，讓一間房子進入法拍程序。還有更難看的數字，同一份調查發現，在以黑人為主的社區，逆向抵押貸款以法拍收場的幾率是白人比例達80%的社區的6倍。即使只比較同樣貧窮的區域，結果一樣懸殊。原因不難猜，這些社區的老人很難從一般管道借到錢，於是成為某些放款機構最好推銷的對象，而風險和義務在推銷過程中被輕輕帶過。再看官方自己的統計，美國國會的一份報告指出，每10筆逆向抵押貸款就有1筆處在違約狀態，隨時可能進入法拍。美國政府問責署後來追蹤違約在所有貸款終結原因中的佔比，從2014年的 2% 一路升到2018年的 18%。也就是說，
在4年之內因為違約而結束的比例翻了8倍。還有一個技術性的細節，殺傷力極大。你可以選擇每個月領，也可以選擇一次領走。在某個時期，一次領走的比例高達70%。為什麼？因為銷售端喜歡。但一次領走意味着一筆很大的本金，從第一天就開始複利滾動。同一份國會報告估算，一筆一次性撥款的逆向抵押貸款，10年下來累積的利息和費用可以超過10萬美元，20年下來可以超過30萬美元。複利就是這樣。在年利率 6% 的情況下，一筆欠款大約每12年翻1倍，在 5% 是14年，在 7% 是10年。你在70歲簽下的那個數字，到了90歲可能已經是原本的4倍，而你這20年間拿到的現金總額並沒有變成4倍。接下來是第二個坑，這個坑更安靜也更殘忍，它跟一個沒有在文件上簽名的人有關。逆向抵押貸款可以借到多少，取決於年齡。年紀越大，可以借的比例越高，因為銀行預期要撥款的年數比較短，所以如果一對夫妻年齡有差距，把年輕的那一位從借款人名單上拿掉，額度就會往上跳。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是被默默鼓勵的操作。年輕的那位配偶被說服，簽字放棄，退出借款人身份，有時候連產權都一併退出。銷售人員的說法通常是，這不影響你，你當然可以繼續住。然後借款的那一位過世了，貸款依約立刻到期，而活着的那一位不是借款人，在合約上他什麼都不是，房子要被收走。2011年，美國退休人員協會的訴訟基金會為6位這樣的遺孀和官夫提起訴訟，把住房與都市發展部告上法院。2013年和2014年，聯邦地方法院2度認定主管機關的做法與國會立法的原意不符，因為法條上的屋主一詞本來就包含屋主的配偶，法院要求主管機關想辦法補救。2015年，補救方案出來了，貸款機構可以選擇把這筆貸款轉讓給主管機關，讓非借款配偶繼續住下去。請注意那3個字，可以選擇，權利在貸款機構手上，不在那位老太太手上。而且這個補救只適用於2014年8月4日之前的案子，還附帶一整串條件。比如他必須自己按時繳清房屋稅和保險。這件事到今天還沒完，就在2026年，美國維吉尼亞州一位寡婦提起訴訟，她丈夫在2011年6月辦下這筆貸款，當時她剛被診斷出腎衰竭。根據訴狀，她相信這份合約會讓他們夫妻之中活着的那一位繼續留在家裡。她在2024年12月過世，2025年6月房子被法拍。訴狀還指出一個細節，主管機關一直到2011年8月才開始要求非借款配偶必須接受諮商，而這筆貸款簽在同年6月，剛好差2個月。2個月，一份文件上少了一個名字。一位老太太在丈夫過世後失去了住了幾十年的家。講完美國，我們回到台灣。台灣的版本結構不一樣，所以危險的地方也不一樣。台灣從2015年11月開辦到2026年6月底，16家國營累計核貸11011件，核貸額度656億元。2025年全年新增1359件，96億元，件數和金額雙創新高。2026年上半年又新增671件，51億5千萬元，全年很可能第一次突破100億。同時，台灣在2025年底正式踏進超高齡社會，65歲以上人口達到467萬3155人，佔總人口剛好超過20%。台北市更高，接近1/4。但把11011件放進900多萬戶房屋裡看，比例其實還很低。這代表什麼？代表絕大多數人對這個產品還很陌生，而它正在加速成長。陌生加上加速，通常就是問題開始累積的時候。台灣版最大的結構差異是它有到期日。台灣的以房養老本質上是一筆有年限的抵押貸款，年限最長30年，銀行還會加一條規定，申請人年齡加上貸款年限不得低於90。所以一個65歲的人辦30年，貸到95歲為止。問題來了，95歲那年如果你還活着呢？合約到期，貸款必須清償。如果繼承人不願意或者沒有能力承擔，早就沒有謀生能力的老人家，只能看着房子進入法拍程序，用拍賣所得清償欠款。這就是台灣版本真正的隱性。台灣2023年的平均壽命大約81歲，女性更高，將近85歲。但平均數不是你，平均數的意思是有一半的人活得比他久。
台灣現在破100歲的長者越來越多，而合約不會因為你長壽就自動延長。第二個問題是，那筆你看不見的利息，銀行每個月撥錢給你的時候，會先把利息從裡面扣掉，前期本金累積的少，扣的少，後期本金越滾越大，扣的越來越多，你實際領到的錢是前高後低。為了不讓老人家後期領到太少，多數銀行會設一個扣息上限，通常是每月撥付金額的1/3，超過上限的部分不扣了，改成掛賬，等合約到期那天一次算清。我們把這個算清楚，假設一間2026年估值2000萬的房子，核貸70%，也就是1400萬，貸30年，利率抓 3%， 每個月名目上撥1400萬除以360，等於38889元，扣息上限就是1/3。12963元，第一個月本金才剛開始滾，利息不到100元，你實領38792元，看起來很漂亮。第5年你實領33056元，第10年你實領27222元，已經比第一個月少了將近1/3。大約在第134個月，也就是第12年前後，應付利息撞上扣息上限，從那一刻起，你每個月實領的金額鎖死在25926元，不會再降，但也不會再漲。而超出上限的那部分利息開始一筆一筆掛在賬上，30年到期那天，掛賬利息累積到2508560元。現在看總賬，這30年你實際領到手的現金總共是10191060元，而你在95歲那天欠銀行的總金額是20317500元。請把這3個數字並排看，房子在起點值2000萬，你拿到1019萬，你欠2031萬，這就是那個沒有被說出口的算數，它不是詐騙，它是複利，合約上都有寫，只是沒有人把它算成一張表放在你面前，而且這還是用 3% 算的。台灣的以房養老利率是浮動的，會跟着央行升降息走，如果30年之間平均利率往上跑1個百分點，扣息會更凶，掛賬會更快堆高，你實領的金額會更早撞到上限。除了時間和利息，台灣還有第3個變數，就是房子本身。銀行的規定裡通常有一條，屋齡加上貸款年限不能超過60，這條規定是在保護銀行。而在網絡上的房產討論區，2026年8月就有人問了一個很尖銳的問題，台灣人口已經連續31個月負成長，一間現在快50年的公寓，20年後變成快70年，那時候還有沒有人接手？銀行還願不願意承做？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但它提醒我們一件事，以房養老的本質是拿你的房子未來的價值去換現在的現金，而未來的價值在一個人口持續萎縮的社會裡，並不是一條穩定上升的線。還有第4個變數，幾乎沒有人在簽約當下會想到，那就是你自己。一份30年的合約是簽給一個30年後的你，65歲的你頭腦清楚，可以看合約，可以跟銀行對話，可以決定要不要提前終止。但85歲的你呢？如果中間出現失智或者中風之後語言和判斷能力受損，這份合約還在跑，錢還在撥，利息還在滾，但那個能夠替自己做決定的人已經不在了。這時候會發生什麼？如果沒有事先安排，家屬必須向法院申請監護宣告或者輔助宣告，取得法定身份之後才能代替你跟銀行處理任何事情。這個程序要花時間，要花錢，而且在程序跑完之前，很多事情是卡住的。更麻煩的是，一旦進入監護，處分不動產通常還需要法院許可。香港在這一塊做得比較細，他们的安老按揭制度裡特別針對持久授權書和精神健康條例的法院命令辦講座，就是因為知道這件事一定會發生。持久授權書的意思是，你在還清醒的時候，先指定一個人，授權他在你將來喪失精神行為能力之後，替你處理財產。台灣對應的工具是意定監護，2019年開始施行。你可以在意識清楚時，用公證的方式指定將來的監護人。所以如果你要簽一份長達20年、30年的合約，請把這件事一起處理掉。合約要簽，意定監護也要一起想，不然你等於是替一個還沒出現，也還無法為自己說話的未來的你，做了一個他無法反悔的決定。接下來我們看第3種形式，它連貸款都不是，它叫做售後租回。
做法是你把房子賣給業者，拿到一筆錢，然後在同一間房子裡當房客，每個月付租金，日本叫做租回。這幾年在日本鬧出的問題非常多。日本的国民生活中心在2025年5月21日發布過一份警告，2024年度全國的消費生活中心收到超過200件相關諮詢，而且逐年增加，其中約70%的當事人年齡在70歲以上。裡面的案例讀起來很不舒服，有一位80多歲的男性，業者從早上一直待到晚上，超過10個小時，中間他說想再想想，對方不理會，最後他在文件上簽了名，房子以1200萬日元賣掉。還有一位母親獨居，先是有業者上門推銷地板翻修工程，他說付不出錢，對方立刻介紹另一家不動產業者過來，告訴他把房子賣掉還可以繼續住，他沒有搞清楚就簽了。到了2026年8月4日，日本方面又發布新的提醒，裡面有一個典型案例：6年前，有人因為生活困難，把一間屋龄40年的公寓以大約1000萬日元賣掉，租回來住，房租7萬日元。最近業者通知他要漲到10萬，業者打算把房子轉賣，直接告訴他不接受漲租就搬走。這裡有2個機關要特別記住，第一個是租金怎麼定，售後租回的年租金通常是照售價的 8% 到 12% 去設定。這代表什麼？代表如果你的房子賣了1000萬，你每年要付80萬到120萬的租金，這個報酬率遠高於一般收租，也就是說你賣的便宜，租的昂貴。第二個是合約類型，很多售後租回簽的是定期租賃合約，這種合約期滿沒有續約的權利，業者當初說的是你可以一直住，但合約上寫的是你可以住到某年某月某日，到期那天對方只要不續約，你就必須搬走，而且房子已經不是你的了，你連抵抗的立場都沒有。第三個風險是轉賣，房子賣給業者以後，業者隨時可以把它賣給第三人，新的屋主跟你沒有任何感情，他要漲租要收回，你只能接受。台灣市面上也有類似的產品，名字可能叫做售後租回、不動產活化或者房屋活化方案。如果你听到有人跟你說賣掉還可以繼續住，請把上面這3個機關逐一問過去。然後我們來看最黑暗的那一種，真正的騙局。中國大陸有一個案子叫做廣燕兵案，判決書公布之後震動整個社會。手法是這樣的，有人自稱在做以房養老項目，早上有房有退休金，喜歡參加理財講座和保健講座的老人，話術是低風險高利息，承諾月息 10% 到 15%。具體操作是，你拿房產證去找所謂的金主辦一個3個月的抵押借款，把借來的錢交給我去投資，3個月後從我這裡收回本息，再用本金把房產證贖回來，中間淨賺的利息就是你的。聽起來像是天上掉錢，實際上老人在辦手續的過程中簽了一疊自己看不懂的文件，裡面有2份最要命，一份叫做強制執行公證，一份叫做委託過戶公證。多位受害老人事後才知道，這些文件在辦理過程中他們根本沒有見到公證人員，只是被催着趕快簽字，事後想索取文件副本還被拒絕。有了那2份文件，對方不需要經過訴訟就可以把房子過戶、拍賣、強制騰空。有媒體報道過的極端案例是，一間價值700萬人民幣的房子被以1000元的價格過戶走，有的老人房子被2次轉手之後，新屋主直接上門要求他3天之內搬走，他只能在自己住了幾十年的家裡收拾行李。法院最後查明，廣燕兵在2014年到2017年1月之間，向48名被害人虛構投資項目，以支付高額利息為誘餌，騙取集資款共計7500多萬人民幣。這些錢的去向是賭博、揮霍和償還個人債務。他被以集資詐騙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2017年8月，涉案的北京市方正公證處被停業整頓，主任被免職。當地司法局隨後對2015年以來所有涉及60歲以上老年人的強制執行公證和委託公證展開專項排查。但這件事沒有結束。2019年4月，另一家叫做中安民生的公司爆雷，88名嫌疑人被刑事拘留。它的模式更精致，包裝成一整套養老服務。有一位住在北京海淀区的老太太描述得非常清楚，她先抵押房子拿到300萬，抵押的年化利率是 24%，
然後他拿這300萬去買對方的所謂養老產品，年化收益率 5%， 每個月可以收到12500元，請停在這裡，付出 24%， 收回 5%。這個算術本身就是判決書，它不需要任何金融知識就能看穿。但當一個人年紀大了，缺錢，身邊沒有人可以商量，而對方在社區裡辦了半年的免費講座，天天陪你聊天，送你雞蛋的时候，這個算術就會變得看不見。同一時期，北京還有另一家公司打着免費養老和以房養老的旗號，短短1年多吸收超過4億元，1300多個老人家庭受害，其中不少是退休老幹部和退休教授，主犯被判7年有期徒刑，學歷和資歷擋不住這種東西。北京一家專門做老年維權的律師事務所統計過，在他們接到的3000多個諮詢裡，投資理財類接近1成，而這些老人有一個共同畫像，名下有獨立的房產，平時熱衷參加各種理財和保健產品的宣傳活動。所以真假之間其實有一條非常簡單的分界線，請務必記住，真正的以房養老，錢是從金融機構流向你，然後停在你手上；假的以房養老，錢一定要再從你手上流出去，流進某一個投資項目，只要對方要求你把借出来的錢再交出去，不管那個項目叫做養老公寓、旅遊地產、海外娛樂城，還是什麼高科技，都不必再聽下去。真正的銀行不會在乎你把錢拿去做什麼，因為它賺的是利息，不是你的本金。在講各國制度之前，還有一件事必須說，因為它是這整個題目裡最容易被跳過，卻最常引爆的部分，那就是子女。前面提到中國大陸的保險版試點，6年不足200人，業內人士講出的原因非常直白，只要子女反對，老人一般就選擇放棄。這句話值得停下來想一想，他的意思是，在華人社會裡，這個決定從來不只是老人自己的決定，而反對的理由往往不是錢，是那間房子在很多家庭裡已經被默認為某種未來的分配方案，誰照顧得多，誰住得近，誰當年幫忙付過頭期款，這些賬從來沒有攤開講過，但每個人心裡都有一本。老人一旦把房子抵押出去，那本賬就等於被單方面撕掉。問題是，如果不講，情況只會更糟。美國那份調查裡有一段很刺眼的描述，許多子女是在父母過世之後接到陌生律師的電話，才第一次知道父母10年前簽過逆向抵押貸款。他們原本以為會繼承一間房子，結果繼承到的是一個清償期限。所以請把這件事講開，而且要在簽約之前講，不是簽完之後才通知。要講的內容其實只有3句話：第一，我為什麼需要這筆錢；第二，簽了以後這間房子將來會怎麼處理；第三，如果你們之中有人希望把房子留下來，那要在什麼時候拿多少錢出來把它贖回去。第3句最重要，因為多數合約其實都容許繼承人在期限內清償欠款，把房子拿回來，這是一個選項，不是一道判決。但如果沒有人事先知道，這個選項就會在期限過去以後自動消失。一場尷尬的家庭會議換掉一場8年後的法拍，這筆交易划算的不能再划算。那有沒有國家把這件事做得比較好？有的，香港的做法值得参考。香港的安老按揭從2011年7月由官方的按揭證券公司推出，目前有12家機構參與。最關鍵的一點是，它沒有到期日，借款人在世的時候可以一直住、一直領，終身免還款，身故之後才處理房屋，長壽風險由制度承擔，不由個人承擔。截至2026年3月底，這個計劃累計收到9124宗申請。2026年3月9日，官方還推出優化措施，把定息計劃首30年的年利率下調到 4%， 每月年金金額最多增加 5%， 當月的申請量從2月的42宗跳到83宗。中國大陸也做過制度上正確的嘗試。2014年7月，官方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漢啟動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試點。2015年3月推出第一款產品，它的設計是非參與型，也就是保險公司不分享房價上漲的好處，卻要承擔房價下跌和長壽的風險。老人投保後可以終身領固定的養老金，不受房價下跌影響。制度是对的，結果是到2016年6月底試點期滿，4個城市總共只有60戶投保，到2018年7月底累計不到100戶，整整6年，全國參保人數不足200人。原因很簡單，只要子女反對，老人一般就選擇放棄。
而唯一真正把業務做起來的那家保險公司也坦誠，這個產品最適合的其實是失獨、孤寡、退休金偏低的老人。台灣這邊，中央銀行的研究報告很多年前就提過一個建議，應該建立信用保證機制，由制度承擔老人終老後房屋出售不足以清償本息的差額，這樣銀行才敢拉高貸款成數，年限才可能拉長，老人才不用面對到期那一天。2026年，政府在推動全齡金融，以房養老被視為關鍵工具之一，也有討論把貸款資金直接撥給長照機構，降低被挪用的風險，方向是对的。但到今天為止，那個到期日還在合約上。所以，如果你或者你的父母正坐在那張桌子前面，該怎麼辦？我整理成一份可以直接拿去問的清單，請把它抄下來或者截圖。第一，先問這份合約有沒有到期日，如果有，接着問到期那年我幾歲？如果我那時候還活着，這筆錢誰來還？房子會怎麼處理？要求對方把答案寫下來。第二，看名字，誰是所有權人，誰是借款人，配偶的名字在不在上面？如果不在，直接問另一半過世以後，我可以繼續住嗎？依據是合約的第幾條？不要接受口頭保證。第三，問清楚誰付房屋稅，誰付保險，誰付修繕，還有離開房子多久會構成違約，住院、去子女家長住、進機構短住，這些情況要一項一項問。第四問，提前終止。如果我5年後想搬去安養機構，或者想把房子賣掉，我要還多少？有沒有違約金？手續費怎麼算？第五問，利率是固定還是浮動？如果是浮動，請對方用高1個百分點、高2個百分點各算一次給你看，看那3張表放在一起長什麼樣子。第六問，扣息上限和掛賬，請對方直接寫出一個數字，到期那天累積的掛賬利息總共多少，加上本金總共欠多少，就像我們前面算的那3個數字一樣，並排放好。第七，拿着這些表回家，至少給一個子女或者你信任的人看過。一份好的合約不怕多看一天，任何催你今天就簽的人都在告訴你不要簽。第八，考慮搭配安養信託，把銀行撥下來的錢放進信託專戶，指定用途，指定給付方式，這是目前對抗被騙、被挪用、被親人拿走最有效的一層保護。很多長者出事不是出在銀行那一端，是出在錢進到賬戶以後。第九，記得以房養老不是唯一選項，還有留房養老，也就是把房子委託銀行出租和管理，靠租金過日子，房子還是你的。還有換屋，大房換小房，市區換郊區，用差價養老。也有把房子留着，先用其他資產撐幾年的做法，這是一整排選項，不是一個。第10，也是最重要的一條鐵律，不要用房子借來的錢去投資任何東西，一次都不要。這條規則沒有例外。最後，我們回到那位80歲的老先生，他做錯的不是簽字，真正出問題的地方在更前面。他把專員那句話聽成了一個承諾，你可以住到最後一天，但合約上寫的其實是另一句，在你持續滿足以下所有條件的前提下，你可以住到最後一天，一個字都沒有騙他，只是那個前提字比較小，放在比較後面。房子是一種資產，這件事一直都是真的，但家不是資產，家是一個你不必每天證明自己有資格待在裡面的地方。當你把家抵押出去，你就同時把它變回了資產。而資產有規則，規則有条件，條件會被檢查。超高齡社會這4個字在2025年底變成了台灣的正式身份，467萬人跨過65歲那條線。他們之中有很多人一輩子最值錢的東西就是那間住了幾十年的房子。接下來的10年、20年，會有越來越多人被請到那張桌子前面，被倒一杯茶，被推過來一份文件。那份文件不一定是陷阱，它很可能是一個合法、合理，甚至是最適合你的工具，但它一定是一份合約。而合約這種東西，從來不會因為你老了，你需要錢，你以為你聽懂了，就對你網開一面。所以慢一點簽，多問一句，把那個數字要出來，寫在紙上，帶回家。這一次，你真的有的是時間。